说草就到，不过最近应该说风里就到。我想说，因为今天我发现到我昨天 PO 的影片，有许多的台湾人跟一些我们的邻居都在反映。说实在，我看得很好笑，因为有一些下面留言真的是会让我流泪。有一派的人都说啊，你是被民进党洗脑了，然后有另外一派你是被国民党洗脑。然后我的太太就说你是无脑，我被骂跟被赞美了，对我来讲都没有影响，因为没有什么人比我太太可怕。我是讲这个趁他还是不在的时候，然后谢谢有的一些下面的那个订阅者，他们问我说我还有没有活着，因为昨天的影片，那我不会觉得你是不礼貌。如果你还没有看到那个影片，我先让你们看到一下在这里。如果你们有注意到后面突然变暗了，那是因为我刚才怕我太太回来，我先停下来一下，还好她没有回来，我还可以继续拍。有一些人的留言我觉得蛮有趣，那我想要给分享大家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，如果你喜欢看到人家常常被骂，我建议你可以订阅。然后如果你喜欢看到别人框在骂我或是对我有意见，也可以按个赞一下，没有关系。反而呢 YouTube 的 algorithm 很喜欢这个。我昨天 PO 的是这个影片，那这个呢不到18个小时就已经被看了快29000次，然后我是觉得蛮可爱啊，因为说实在，谁想说就讲关于凤梨会引起世界第3战争啊，没有那么的严重啊。我就爱吃台湾的凤梨，如果你不喜欢吃凤梨，或是你觉得我们没有做过够严格的检验的话，你可以有你的意见，无所谓，大家都要尊重彼此的意见，不尊重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不被尊重。反正我结婚的有一段时我结婚的一段时间，我真的觉得我惨了。我太太等一下会回去，我就完蛋了。我已经被昨天的影片骂了半死，然后还有被民众骂了。没有，其实大部分你看的按的赞超多的，快3000个嘛，然后大概20个不喜欢啊。反正酸民我很喜欢，我觉得很可爱。越被骂，我觉得越开心，因为我就是在练习我的修道。你骂我，我就跟 Baby Yoda 一样啊，我就看着你无所谓啊，你要骂我没有关系，我觉得很可爱，越被骂觉得越好笑，所以继续骂。有的一个人跟我说啊，你当教授是没有在看新闻吗？我可以这样子回答，没有啊，其实有。但是我只是看我想要看的，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我们都是听跟看我们想要听的跟看的，人类都是这个样子。有的别的人说我是真的还是假的教授，我是真的教授，但是我不公开我在哪里教书，我是真的有出版比较哲学跟文学啊，不要这样讲了，反正这是有出版该出版的东西，我都在负责教授该做的事情。我做这个频道呢，纯粹是要讲诚实呢。纯粹是因为我在家里没有平台，我太太不想要听我讲话。一旦我开始讲东西，她就开始睡觉。我觉得我真的是在挖个很深的坟墓，我没有关系嘛哈。然后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呢？就是因为其实你要我讲的很客观也可以，但是我讲太客观的话，大家都会睡着嘛哈。那我们这个只是在玩，当然我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也想要表达。那当我说我觉得台湾的凤梨是好的，然后我吃的素很久了，27年，这都是真的。当然我每一天能够吃一颗凤梨是有时候不会每一天吃嘛哈，我们这里就是夸奖一下嘛哈，但是基本上是真的是常常吃。所以我是劝大家哈，不要疯掉，因为大邻居不想买我们的凤梨，我们就把它吃光了就好了。你也不用担心说我是被谁洗脑了，我只有在担心我太太是怎么骂我的就好了。等一下一定是会被骂，我跟你讲，他回来这个 game over。所以如果我突然中断这个影片，你知道就是回来了。So 我们要疯掉哈，就疯掉关于这个凤梨的问题。我觉得就大家都理性一点嘛哈。然后把事情看得不要太严重，人生
够短，有够多白痴在这个世界，许多的专业的白痴走来走去，把事情搞得很杂，然后一天霸凌谁啊，我要这个，我要抢那个，我比较大，所以我就抢了。不要把善良跟弱放在一起，就像台湾一样，台湾人是全世界最善良的人。我不是夸奖，我不是想要拍你们的马屁，应该是我们的马屁。但是善良不表示我们是弱的。我看过我的学生啊，以前他们说啊，年轻人现在就是不懂得这么吃苦，北共他们还是懂得吃苦，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。每一个年代有每一个年代的困难，那现在呢，我们也是面临到很多的问题，所以我不觉得他们是弱的，台湾也不是弱的。当然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是和平的相处，这是最重要哈。每一天我们出去的时候，好好的欣赏我们有的安全的环境。但是呢，如果人家要霸凌我们的话，我们还是得站起来，不可以让别人欺负我们，这个很重要。不管是谁嘛哈，我现在不是指哪一个地方，我就是说大致上每一个人都一样。所以呢，我拍的每一个影片都几乎会看到有一些人留言是关于政治的问题，所谓的蓝跟绿了。然后呢，因为我是外国人，也不是外国人，可是他们认为我是外国人，在台湾，然后就是一定会有一些民进党说我被国民党洗脑了，然后呢，莫名其妙有国民党说我被民进党洗脑了，然后呢，我太太说我哪有脑可以被洗了，所以你以为我是怕这些留言？不会，我很喜欢看到，我觉得超有趣，但是 actually 应该是说呢，我最怕的事情就是我太太骂我无脑。像我昨天拍的影片呢，他就说是你是无脑去拍这个东西干什么 ？So 后来呢，我就是看下面的留言，我就觉得很有趣，有的大部分都蛮好笑啊，很多都是在支持，那也是有一些酸民啊，或是政党的问题，我想要有一点回应，有一些人留言的，我想要直接回答就好了，因为我懒得打字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最近我的字幕都是自动跑出来的，我是用那个 Adobe Premiere 还有一个新的功能，所以呢，如果那个字很错了，你就把它当作是欣赏就好了。因为我太太不想要，我也不敢请她帮我修正那些字幕，因为等一下又被她的骂。那我们先来看呢，目前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，人家问我的，如果你去看留言是会看到他们的名字，但是我还是尊敬你们的隐私权哈，虽然说我这其实完全没有什么隐私权，因为我就在你们的前面。所以我的第一个呢，就是他希望我每个礼拜可以拍一个影片，我会尽可能这么做。然后第二个，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哈，第二个有很多的东西可以产生在实验室里面呢。比如说一些奇奇怪怪的病啊，然后我们不承认是我们做的，我们都是可以这么做。但是凤梨本身是不能产生在实验室里面，也许以后可以，现在目前不行。就像现在肉，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它放在实验室里面，但是呢，自然还是最好。所以感谢这个观众。然后第三个。他就说你喜欢凤梨的话，你自己吃就好了嘛哈，没有人是欺负你，的确是没有欺负我们。然后我的答案是我的确会通通自己吃，不用担心，还有其他的台湾人也会一起吃。第四个我来简洁，因为他已经觉得我讲的没有逻辑，那我只能说我太太也常常觉得我讲的没有逻辑。基本上呢，我也不想要把它称为是政治的问题，我单纯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，你有没有吃我们的凤梨，不见得是因为你觉得说它真的有什么介壳虫还是怎么样 ，right？ 因为这个太多可以辩论的嘛哈，你说 A， 我说 B， 他说 C 啊，另外一个说 C 不 D。后面的那个应该完全不逻辑嘛哈，不过这个就是大家喜欢看到的。好，第五个问题，教授，你吃披萨上面有没有放凤梨？很倒霉，我不能吃披萨，
我很喜欢，但是我不能吃。那有的人是觉得放凤梨在披萨上面是犯罪了。第六个问题，它是因为我昨天拍的影片，我就提到说，有可能我拍完这个影片可能会被我太太骂得很严重，或是可能被提到外面去。还好还活着，但是拍完这个有可能情形又变化了。第七个，这个他说台湾的凤梨有病虫，那教授你有没有看新闻？我的答案是没有。为了第一个部分，还有后面的那个部分，每一个地方的植物少多少都一定有一些虫，没有虫它就不是有机的。那你说通通是有机的也没有啊。但是当然有一些虫是好的事嘛，就虫虫危机嘛。当然我们一定要开放我们的思想，不能只是听我们想要听的。我觉得，我的颜色是对的，你的颜色是错的，你被民进党带错的方向了。首先，我的方向感很差。另外一个，你怎么会以为是民进党？这个我也不了解。因为像我讲过了，有的人是说我是被民进党洗脑了啊，有人说我被国民党洗脑了。你们就是没有想说了，我都被我太太骂了无脑，所以谁是对的？谁认识我最多？那就是我的老婆。她说我无脑就听她的就好了。男人你们就记得这件事情，不管你做什么事，你就承认是你的错误。有地震在加州，你跟你老婆说，老婆对不起，是我错的。你回来地板是脏的，因为狗狗吐在那边，你就说老婆对不起，是我的错了。反正你就是承认都是你的错了，我就是随时承认，我没无脑啊。所以，民进党要把我带到错的方向的话，真的很难。然后还有我想要提这件事情啊，跟我的太太的爸爸，我们有时候会有不同的政治的想法。他讲他的，我听不下去；然后我讲我的，他也听不下去。到最后他说反正没有差，因为你没有投票权。不一定哦。我最近就是要来申请台湾的身份，以后我就有投票权。所以你们就注意一下，那以后你们就可以开始真的骂我。好，那再下来就是第一，他就说要先吃，每天吃18公斤的凤梨，然后再来说你有没有爱台湾的凤梨。好啊，我就这么做。我们看1个礼拜之后，我是不是好像怀孕了就生了一个凤梨这样子，没问题。我的那个凤梨会叫做什么吗？它就会叫做维尼小熊。剩下2个问题哦，要赶快哦，来哦来哦，凤梨赶快来哦，阿嬷阿公来哦来哦，又新鲜又好吃，又是台湾产生的。小笼包不是小笼包，是凤梨，对不起，我被那个小笼包洗脑。我头刀，你们住台南以前你们大概都知道啊。第4个这个一定是我的粉丝啊，因为你看过我其他的影片，你大概看到我在高雄的卫武营就拍的，就是呢，嫂子，你要不要跟我吃点凤梨啊？好，第11个。那第11个就是问我说，我的胰岛素够不够？如果我吃这么多凤梨，我就这样解释我是哲学的教授，不是数学的，我数学很差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那感谢你的关心总是不管是留什么言，都是有价值。我常常跟我学生说呢，没有任何的错的问题，只有你有问，它就是有意思。我觉得讲到最后，关于凤梨的这件事情，我以前很喜欢学绕口令，是否我们大家可以留言在下面，你们产生的一个绕口令是用凤梨做的？然后呢，我想个办法，比如说我突然想到风吹过一片丰富的凤梨田你们自己试试看，在家里把那个讲得很快。我现在不想了，我一定是会被我的舌头打结还是怎么样，或者舌头会从后脑跑出来，然后脑子喷在后面，然后我的太太都不需要做她可能会等一下做的事情。好，感谢各位，希望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周末。明天是星期日，好好的吃一点凤梨，不要吃太多，玩你的胰岛素怎么样哦？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